话说，我们现在走的这座太鲁山，虽然海拔大约200多公尺而已，却已经是全金门的最高峰了。沿着唯一一条大路笔直前进，不知多久后，那块巨石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眼前。这座无望再举的大石碑，是工人们凿在坚硬花岗岩壁上的鬼斧神工之作。前总统蒋中正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来提醒未处前线的居民们莫忘收复国土的信念，予以勉励用途。如今，这尊无望再举石仍然矗立在70几年前的那个老位置，在金门最高峰上保留住最原始的记忆。其实建功屿这个行程原本不在我原先的规划之内，但在听说了金门版摩西分海的称号后，我们立即准备登上这座小岛。一天当中只有2次的退潮时间可以徒步走上建功屿，而且冬天的海风特别大，要注意安全。而岛上还矗立了一尊大陆赠送的郑成功石像，模样十分威武。从建功屿开车不用几分钟，就来到了金门必到的景点举光楼。这座楼主要是为了纪念金门人的英雄胡琏将军而建成的，不过也因其位处金门地势高处，导致日后炮战中成为共军瞄准金门打击的标的物。所以日后还有人笑称，当初建议将举光楼盖在此处的人一定有通匪的嫌疑。你们觉得呢？第二天的最后一个景点，我们来到了同样在金门非常知名的宅山坑道。凿穿金门坚硬的花岗岩壁，为了让军事补给的业务能够地下化，特意在这里建成了这座宅山坑道。如今宅山坑道功成身退，转型成观光坑道，每年的10月还会有水上音乐会在这里演出，据说声光效果相当的不错哦。第3天的行程，我们来到了饭店附近的山外公车总站，参加台湾好行的半日游行程。第一个景点，我们抵达的是位于金门山后地区的山后民俗文化村。山后民族文化村以其完整保存的闽式建筑而闻名，因其建筑共有18栋，该地区又有18间的别称。而目前这里仍然有居民居住，真正完全开放给人入内参观的建物只有2间。下一个景点狮山抛阵地，其实距离民俗文化村距离没有很远，车程大约不到10分钟。那来这里必看的莫过于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射炮演示环节了。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莅临狮山炮阵地，很高兴为大家解说。首先为大家介绍正前方的这门8正礼炮，于西元1944年由美国制造，民国47年9月下旬，从美金琉球基地运抵至金门，曾参与过第2次世界大战、越战及韩战，在823炮战中一战成名，一炮而红。8正火炮口径为20点3公分，炮管长5公尺，炮弹重91公斤，整门炮重约为14公吨，最大射程为16800公尺，炮弹爆炸半径范围约80公尺。本门炮最大射速为每分钟1发，持续射速为2分钟1发，主要射向为金门的东北海面，涵盖大陆地区的尾头、金井、潘境、塔头、东石港、白沙河口等地，实施海上射击以及反炮战。最后为大家介绍班次编程。炮方ฝั่边为16元，因左右2边大架已经固定，因此点编至8元即可操作。待会炮手会下达口令，由4名炮手将炮弹搬运至炮身处，2名炮手将炮弹推入炮膛内，上方2名炮手负责调整角度以及射击方向。那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接下来请欣赏炮操演练。
谢谢各来宾的欣赏，炮操演练到此结束。后方的观景台也可以参观，上下楼梯请注意安全，谢谢。看完精彩的打炮，抱歉，看完精彩的炮兵操演后，我们接着往东北来到了马山观测所。马山观测所是全金门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个点，有着天下第一哨之称。在观测所的坑道内，还有一间曾经作为新站喊话用的广播室，过去甚至连邓丽君也有来过这里做过喊话哦。马山观测所之后，我们还去了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以及位于金湖饭店附近的罗宝田神父纪念园区跟太湖等景点，为最后一天的金门之旅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不过虽然看似玩了很多景点，但包含大胆岛、后林靶场等地方其实都还没玩到。因此我非常的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将再度重回金门这块土地，继续倾听着它过去所留下来的那数也数不尽的历史故事。我是 BJ，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